全体社员注意，野猪群下山了，南坡的苞米地全完了。汉卿，你慢点，爹在地里呢。老少爷们儿，好家伙，今年这收成要是被祸害了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。2亩多地的苞米杆子倒了一多半，膀子被啃得稀烂，地里到处是碗口大的蹄印。爹，别过来！地上有血，野猪还没走远。都别动！完了。寒山野，你咋在这儿？这畜生祸害庄稼多久了？半个多月了。这东西一个能顶10个，你怎么一见就……箭头上抹了乌头汁，砖破后的。等等，这野猪是你打死的，按规矩肉有你一份。不用了，把猪分了，别让人饿着。这个人不是二流子，靠山屯的人对寒山野的印象是从3年前开始变坏的。3年前，他爹寒老烈进山打熊，一去不回。那年寒山野才19，一个人进山找了7天7夜，最后只找回一截被啃得面目全非的腿骨。从那以后，这小子就像变了个人。生产队派工，他不去，说要进山修水渠、挖水库、收庄稼，他全都推了，整天背着那张破工往深山老林里钻。不务正业的二料子，生产队扣了他整整1年的工分。看见没？那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有手有脚的，整天在山里瞎转悠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他爹就是被山给吃了，他还不长记性。寒山也从不在乎，他住在村东头半山腰上的一间土坯房里，那是他爹留下的老房子。屋里除了炕和桌子，就剩一张弓、一壶箭，还有满墙的兽皮和药材。每天天不亮，他背着弓进山，天黑了才回来。打野猪王那天晚上，做主把整头野猪分给了全村的社员，他特意让人留了一条后腿装在里。去吧，他救了你的命，总得谢谢人家。寒山野，沈曼青把麻袋放在桌上，正要走，余光瞥见炕头放着一个木头匣子，他好奇地抽出来一看，是一封信，上面写着关于大兴安岭地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建议，落款是寒山野，日期是去年冬天。信的内容让他愣住了，这个被全村人骂作二流子的人，居然在信里详细记录了靠山屯周边山林里野生动物的种类、数量和分布，还提出要划定保护区，限制滥捕、轮换狩猎。这封信的收件人写的是省林业厅。他想起去年冬天，山里的狼不能打光，打光了兔子就泛滥，兔子泛滥了庄稼就全完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狼是你爹啊！结果今年开春，田里的野兔果然多了10倍不止，刚种下去的庄稼苗被啃了一大半。
我爹让我给你送猪肉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不用谢，顺手的。你写的那个保护区的是真的吗？你看到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不小心看到的。喝吧，刚煮的。松茸，山里有的是，烂在泥里没人捡。这能卖钱吗？你知道这东西在城里多少钱一斤？供销社不收，但黑市上一斤能换1袋白面。多少？你卖过？这是去年秋天采的松茸，托人带到哈尔滨卖的。带我去。山里危险，我不怕。有熊，你打得过。有毒蛇，你认得。明天凌晨4点，村口老槐树。晚了不等。穿这么少？我穿了3条裤子了，裤子没用，腿要动起来。走吧。从村口进山，要经过一片白桦林，然后是乱石坡，再翻过一道山梁，才到真正的深山老林。路很难走，头半个小时，沈曼青还能勉强跟上。到了乱石坡，他就开始喘了，2条腿像灌了铅似的，每一步都得咬着牙。走不动了就说话。谁说我走不动了？第一次进山就走这条路的，你是头一个。这条路的难走程度排第2。我爹当年带我走的时候，我走了一半就吐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带我走好走的路？好走的路人多，东西早被捡光了。吃吧，吃完还有3里地。你这饼子放了几天了？3天。好看吧？他在靠山屯待了3年，每天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农活，无聊的家长里短，一眼望到头的日子，他都快忘了这个世界居然还有这么美的地方。走吧，赶在太阳完全出来前到那片椴树林。椴树林树龄都在100年以上，树冠遮天蔽日，地上的腐殖土厚的能没到脚踝。扒开落叶，露出几朵灰褐色的蘑菇，看起来跟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蘑菇没什么区别。这就是松茸？不是，这是真蘑。松茸长在松树下，颜色偏黄，有特殊的香味。你闻闻这个。记住这个味道，松茸不长在明面上，大半埋在土里。你闻到了就刨，刨到了就是宝。那是黑木耳。这是猴头菇，长在柞树上，成对出现的。这是蕨菜，这是五味子，这是
怕了？不怕，他走了就走了。他要是冲我们来呢？那你就射他。走吧，该回去了。按他的消法，这些东西拿到黑市上去，最少能换30块钱。30块钱，他干1个月的农活，工分换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。寒山爷，这些东西明明能换钱，你为什么不让村里人一起去采？告诉他们，不出3天，山就光了。山里东西就这么多，知道的人多了，谁都守不住。你回去也别跟任何人说。拿回去给你爹煮汤喝，对他老寒腿好。明天还去吗？去。纸包不住火，连着跟进了7天山，村里人的闲话就传了7天。看见了没？村长家那丫头又去找那个二溜子了，沈德寿的脸都被丢尽了。你说他俩在山里干什么？孤男寡女的，嘘，小声点。曼青啊，最近在山里发财了吧？爹，坐下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整天跟着寒山爷往山里跑，像什么话？爹，我跟他去采山货。采什么山货？你当我不知道？那小子就是个二溜子，你跟他搅和在一起，还要不要嫁人了？爹，他不是二溜子。他不是谁是？他是整个靠山屯最有本事的人。你，爹，你先别生气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哼，松茸嘛，山里有的是。你知道这东西在城里值多少钱吗？3块。30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，寒山野去年光靠卖这个就赚了100多块。他能一个人在山里活3年，他能一箭射死野猪王，他能写信给省里提建议，还给省里写过信。爹，寒山野不是二溜子，他是我们靠山屯的宝贝。你要是能听他的，说不定咱们全村都能富起来。睡觉去吧，明儿别进山了，在家歇1天。沈曼青知道他爹的脾气，不敢再说什么，起身回了屋。这要是拿到黑市上去，1朵就能换。山火？不是，是人放的。这一烧，那窝熊瞎子肯定跑出来，一枪一个！谁？
你们知道这片林子烧起来要死多少东西？关你屁事儿！这山又不是你家的，老子想烧就烧。这山是活着的。听好了，这片林子不是你家的，也不是我家的，是山神爷的。你敢烧山，山神爷就敢收你。滚！你刚才说的山神爷，你信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片林子要是没了，靠山屯就没了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靠山屯的水从哪里来？河里。河从哪儿来？山上。树根抓住土，土留住水，水汇成溪，水流成河。树没了，水就没了，水没了，地就干了，地干了，庄稼就种不活。靠山吃山，不是把山吃光，是把山养好，养好了山，山养你一辈子。寒山叶，你教我。教你什么？明天凌晨4点，老地方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沈曼青成了寒山野的徒弟。他的作息彻底变了，凌晨4点进山，傍晚回来，白天在山里学辨认植物、追踪野兽、判断天气，晚上回来整理笔记、晾晒山货。他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，脸上晒得黑红黑红的。原先那点城里姑娘的娇气被山风吹得一干二净，但他乐在其中，因为寒山野教给他的东西比他在城里读的那些书有用100倍。你看地上的脚印，这是狍子留下的。公狍子的前蹄比母的大，间距也宽。新鲜的脚印边缘有碎土，说明它过去不超过2个小时。那我们追不追？不追。那这个呢？野猪、毒猪。我们现在干什么？带你去找个好东西。百年身亡，不挖。为什么？这要是拿去卖了，你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这株参王在这里长了至少100年，我挖了它，换来的钱花完了就没了。它留在这里，能长出更多的小参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反正我活着时候不会动它。他忽然明白了，寒山也不是不想要钱，而是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钱更值钱，比如希望，比如未来，比如这片山林。11月的第1场雪来得比往年都早。寒山也带着沈曼青进山收套子的时候，雪已经下了半尺厚。他们沿着山脊走了快2个小时，收了3只野兔，收获还算不错。怎么了？有血。断得很彻底，夹了至少2天了。能活，但这条腿保不住了。走吧，今天不收了。你以前也救过？救过，狐狸、狍子、猫头鹰，救不活的就养着，养好了伤再放。寒山野，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。
他认你了。追风！他看上了沈曼青，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从沈曼青下乡第一天起，马大炮就盯上了他，隔三差五往沈家跑，送酒送肉送布票。马大炮本来不急，他觉得沈曼青一个下乡知青，迟早得找个人嫁。沈曼青跟那个二流子搞到一起了，可不是嘛！我亲眼看见，天天一起进山，傍晚才回来，孤男寡女的，你说能干什么好事？韩山野，你给我等着！建国来了，进屋坐。沈叔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娶曼青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娶曼青。聘礼您随便开，3转1响我全包，外加200块钱。沈叔，您闺女跟了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在这穷山沟里受苦强。曼青呢？我得问她。您问她肯定害羞，您先点头，我再去找她谈。我说了，得问她。行，那我改天再来。老东西！他做梦！我就算嫁猪嫁狗也不嫁他！爹，你不会答应了吧？我没答应，但是曼青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总不能一直这么单着。你娘走得早，我这个当爹的……爹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谁？不会是寒山野吧？住山山腰的土坯房，没爹没娘没家底儿，连个正经工分都没有。你嫁给他喝西北风啊？他不会让我喝西北风的。我记了账的，你算算。这都是卖山货的。对，松茸、榛蘑、五味子、刺虎瓜，还有几张皮子。他说，靠山屯要是把山林经营好，光靠山货和林下种植，1年就能翻几番。爹，现在上头不是说要农业学大菜吗？咱们靠山屯平地少，山地多，不如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搞林下经济。什么是林下经济？就是在林子里种药材，养蘑菇，养蜂，不破坏森林，还能赚钱。
这些话是寒山野教你的？是他教我的，但他说的都对。行，让他明天来一趟，我要跟他谈谈。曼青跟我说了你的想法，你觉得咱靠山屯搞那个林下精艺能行？能行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现在政策不允许。我看报纸上说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搞副业了。我觉得用不了多久，政策就会松动。就算政策以后允许了，你有把握？沈叔，你看，这是靠山屯周边的山林分布。这边是落叶松林，可以发展木耳和蘑菇；这边是椴树林，适合养蜂；这边是杂木林，林下适合种人参和党参。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画的？走了3年，画了3年，哪里有什么树，哪里有什么动物，哪里的土适合种什么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小子，你要真能让靠山屯富起来，我就把闺女嫁给你。说话算话，你沈叔什么时候说过不算的话？霍哥，没事儿。我让你站住！松手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有事说事。离沈曼青远点，他是老子看上的人。我没什么资格，但我能让他吃饱饭。你能吗？寒山野，你信不信我让我叔叔把你抓起来？第一，我用的是弓，不是枪，不违法。第二，我没破坏生产，我打的是害兽。第三，我挖的是野药材，不是生产队的粮食。你去告，我等着。你给我等着！前年他给省里写过信，要搞什么保护区，我压下来了。你小子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一个女人都搞。好，就按叔叔说的办。沈叔，我马大炮今天正式来提亲，这是聘礼，您看看够不够分量？这是承包荒山的意向书，只要我结婚，就让我承包南坡那片荒地，种果树，养鸡鸭，3年免税。这是咱们靠山屯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提货证，我叔叔乐批的这指标。沈叔，您看这诚意够不够？不够。寒山野，你来干什么？
沈叔，我也来提亲。寒山野，你拿什么提亲？那间破主皮房，还是那只狼？靠山屯的老少爷们儿，我寒山野今天来提亲，确实是空着手来的。但我要给你们看的，不是3顿东西，而是一个未来。我用3年时间走遍了靠山屯，方圆50里，每一座山。这里适合养蜜蜂，1年能产上千斤椴树蜜。这里试种了1年人参、党参，成活率70%。白桦岭这上千亩的山林，咱们可以养鸡，鸡吃虫子，鸡粪肥林。只要干成了，靠山屯就再也不用担心挨饿。你放屁！这些东西能当饭吃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这些东西哪一样不能当吃？我能给沈叔的，是一个哪怕10年后、20年后，依然能让曼青吃饱穿暖未来。我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，但我有一双手，有一身本事，有一张地图。你给我3年时间，我把这张地图上的东西一桩一桩变成真的。小子，曼青交给你了。沈德旺，你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？后果就是我沈曼青这辈子嫁定了寒山爷。以后曼青是我寒山野的女人，更是这片金山的半面天。沈村长，别紧张，我们这次来是收到了一封信。信？就是你们村一个叫寒山野的同志，厅里领导觉得很有价值，派我们来实地了解一下。快去叫山野，快去！你就是寒山野？是。你读过书？念到初中。那你能不能带我们进山看看？好。这里就是我信里说的核心保护区。这是我去年试种的，3到5年就能有产出。小韩同志，你有没有兴趣来省里参加一个培训班？
什么培训班？厅里新搞的项目，专门培养基层林业技术人才，学费全免，包食宿，每个月还有补贴。你要是愿意，回去后我给你办手续。我可以去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培训班学的东西我要带回靠山屯，你让我学就要让我用，不能我学会了回来发现政策卡着不让干。政策要是不落地，我学了也白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上面的风向变了，下面的政策很快也会变。你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哎呦，曼青，你那个寒山野是不是在省城攀上高枝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攀不攀高枝儿，我都是他的，你管得着吗？寒山野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说了你就不想我了吗？你学坏了。沈叔，这3个月我学的东西都记在里面了，林下种植的技术、林业政策、市场分析全都整理好了。山野，你说政策是不是真的要变了？我在省里听到消息，明年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，允许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，到时候咱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搞林下经济了。那咱们明天就开始干。山野啊，你说，咱们要是真干起来了，马德海那边会不会使绊子？会，但咱们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使绊子的时间越长，靠山屯穷的时间就越长。等到所有人都知道是谁让咱穷的，他自己就坐不住了。行，干了，干了！沈叔来了，政策来了！山野，你说，咱们从哪儿开始？从这里开始。老赵，你带人去左边那片林子，把风箱放稳了。老李，你去右边找那些向阳背风的地方。好嘞。第1年只收了几十斤蜜，但品质出奇的好。寒山野，你这蜜怎么卖的？我买了2斤回去泡水喝，我老婆说比供销社卖的强10倍。大哥，这是野蜂酿的椴树蜜，没掺一点糖水。多少钱1斤？1块。给我来10斤。好东西从来不愁卖。那是我们家山野的本事。什么你们家？还没过门呢。快了。那1年，靠山屯的蜂蜜收入超过了500块，金色的阳光洒满山坡。第2年是林下参，他在阴坡开了一片育苗地，
每一次覆土都如同在完成一场神圣的洗礼。山爷，这片山要是长成了，能卖多少钱？3到5年后，少说也有几万块。第3年是木耳和蘑菇，寒山野带着社员们砍了几百根柞木段，架在林子里。到了夏天，木段上长满了黑黝黝的木耳，摘下来一晒，干了以后又黑又亮。到了年底，靠山屯的副业收入超过了2000块，全村的工分从原来的8分钱涨到了2几，家家户户都多分了10几块钱。山爷啊，什么时候再带我们也发发财呗？哎呦，这狼还带花呢！寒山野的狼跟别人家的狗一样听话。山野，叔以前对不住你，说了不少难听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。老少爷们儿，我寒山野没什么文化，也不会说漂亮话，但有件事儿，我得当着大家的面跟曼青说清楚。曼青，我这辈子做了2件最对的事儿，第1件是进了山，第2件是那天在苞米地里看见了你。呀，你看这小两口多好啊！曼青，我寒山野对天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曼青，嫁给我！嫁就嫁，谁怕谁？好，好，好！你坐下歇会儿，我来弄。女人家的活儿你就不要插手了。动了，这小子在踢我。你怎么知道是小子啊？万一是闺女呢？闺女更好，只要是你生的，什么都好。去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老少爷们儿，今天是咱们靠山屯的好日子，林动产品加工厂第1笔大订单交付，这批货是送到省城外贸公司的，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外汇。3年前，山野跟我说要单方凤山辅佐，还半信半疑，心想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能有多大本事？现在我信了，这小子有本事、有良心、有远见。这杯酒不敬天，不敬地，敬这座山，不是山就没有今天。山不是咱们的，是子孙后代的。咱们从山里拿的每一分钱，都要还回去1分。种树、养山、护林，这是咱们靠山屯的规矩，一辈一辈传下去，谁也不能坏。山林给了我这一辈子最硬的底气，而你给了我一辈子最甜的日子。寒山爷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一直都是，只不过以前没人听。
韩山野后来成了省里的林下经济模范，他的故事登上了省报。沈曼青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儿子取名韩望山，女儿取名韩念青。马大炮的养鸡场倒闭后，去了南方打工，再也没回靠山屯。赵虎后来成了韩山野的徒弟，学了3年猎人手艺，现在也是远近闻名的好猎手。追风活了15年，老死后被埋在韩山野家的苹果树下。每年春天，那棵树上开的花都比别处更白更香。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，不是当了村长，是给我闺女找了个好女婿。走吧，该干活了。山野，回家吃饭了。